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29岁杨紫晒近照，穿浴袍歪头笑美出新高度，期待新剧《沉香如屑》。杨紫目前正在拍摄新剧《长相思》，基本上每天都待在剧组里了。现在的杨紫前途大好，资源也很好。这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。虽然杨紫是童星出道，但毕业之后长相并不算太好，一直被否定。而现在的杨紫有过硬的演技，自然资源也开始变好。作为90后的4小花旦之一，不少网友希望杨紫能拿到金鹰女神的奖项，因为杨紫值得拥有。出道多年，拥有多部代表作，这不是人人能有的本事。在近日，杨紫也是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的下班打卡照。妥妥的安排上了9宫格照片，穿着浴袍歪头笑美出了新高度，少女灵动感十足，微卷的发型加着黑色蝴蝶结，原本杨紫的眼睛就大，这样一看完全就是仙女本人了。这2年，杨紫在现代剧《亲爱的》《热爱的》以及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中造型都很好看。一直知道杨紫的古装剧灵动可爱，没想到这次穿着浴袍歪头笑的现代妆容造型更是少女感十足，尤其是这个笑真是俏皮又迷人。就连宋丹丹老师在综艺节目中都向杨紫道歉，说自己说错话了。杨紫也很适合在圈内混，路人缘更是非常的好。不过要说杨紫的高度自律也是无人能及的，每日的营养餐吃的都是一些减脂餐，所以这么漂亮也是有原因的。据网传，杨紫和程毅的新剧《沉香如屑》也可能接档于正的传家，大家一起期待一样杨紫的新剧吧。02梦华录更新慢不过瘾，别慌，4部重磅大剧将播，都是精品大剧。最近要说哪一部剧最火，我想没有人会质疑梦华录的影响力。播出5天，连拿5个猫眼热度日冠，同时该剧豆瓣评分8.8分，比上年出的人世间还要高，风光无两。近几年都说古偶剧要没落了，没人看了。梦华录告诉大家，没落是你们的没落，不是古偶剧没人看了，是你们拍的古偶剧没人看了。同时梦华录也告诉大家，古偶剧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演员一定要漂亮，主角的古装一定要美。如果这个条件达不到，那你一定是看了一部假古偶。不得不说，刘亦菲的魅力还是很大的，无论是年纪稍大的观众还是年轻观众都成了粉丝，堪称古偶剧颜值巅峰。不过呢，梦华录好看归好看，但是更新速度实在是太慢了，停更不过2天，很多观众已经按捺不住了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看啥了，纷纷抱怨1周更新3天根本不够看。在此，本着为大家服务的原则，趁着梦华录停更的契机，小编给大家推荐今年下半年几部待播的古装大剧，尝尝鲜，也算是提前暖个场。这几部剧各有看点，总有你的菜。1. 朱亚文、俞灏明广州13行。提到广州13行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，难道不应该首先提一部跟梦华录差不多的古偶剧吗？广州13行是古偶剧吗？这里请大家原谅小编自作主张。没错，广州13行不是一部古装剧，但是小编对于这部剧期待值过高，有私心了，请允许我首先介绍这部剧，因为它值得。这部剧有3个看点值得期待。其一，超给力的题材。这几年国产剧市场发展迅速，各类题材层出不穷，百花齐放。但要说哪个题材最火，我想非古装悬疑剧了。自从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爆红之后，古装悬疑剧题材一夜之间遍地开花，风起洛阳、风起陇西等都是代表作。而这部《广州13行》也是此类题材，28集的长度不算很长，该剧主打的也是古装悬疑剧。不过跟《长安十二时辰》那样的盛唐大背景不同，这一次剧方将主战场放到了广州，讲述的是发生在清末广州13行里的风云故事。其二，超好看的故事。随父亲来到中国的英国少年司当东和武敦元朱亚文氏结识，2个人做成了一单生意后各自奔前程。司当东进入东印度公司，而武敦元则成立颐和行在广州做生意。武敦元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也遇到了不少阻力，最终他被人构陷，含冤入狱，他经营的颐和行也被查封。经过一番波折，
通事老谭拿到了海关监督吉山与海磊氏贪墨的账本，总商卢文忠小女儿丽儿文永山氏同武敦元情投意合，为了爱人，他拿着账本告御状，并最终拯救了武敦元。出狱后，二人结婚，武敦元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富甲一方。然而不久后鸦片战争爆发，面对民族危亡，武敦元大义凛然，决意同百姓一起护卫广州城。广东13行的故事有大时代、大背景，只是这一段简单的剧情介绍就值得期待。其二，超强的演员阵容。如前文所述，《长安12时辰》开启了古装悬疑剧的风潮。这部剧能够成功，除了马伯庸的原著小说起作用之外，演员曹盾和主演雷佳音的作用也功不可没。尤其是曹盾对剧集风格和悬疑度的把控影响巨大。而广州13行的导演同样也是曹盾，主演则有朱亚文、潘粤明，主要配角有文咏珊、于海磊、卢芳生、徐璐等。这群演员无一例外都是真正的实力派，比《长安12时辰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手头有这么多实力派，曹盾复制《长安12时辰》的辉煌，应该不在话下。二，黄志忠、梁冠华天下长河。介绍完古装悬疑剧，再来介绍一部古装历史剧。跟广州13行一样，这部剧同样也是小编的最爱，演员阵容雄厚，老戏骨云集，值得期待。这部剧主要有2大看点，值得大家关注。其一，故事内容。康熙年间，黄河水患连发，一场巨大的水患之后，康熙立志治理黄河，为此他广纳治河贤才。在此背景下，年轻的陈黄脱颖而出，他擅长治河，立马获得康熙赏识，被委以重任。陈黄同进府搭档，黄河水几度泛滥，他们兢兢业业，投身到治理水患的工作当中。水患泛滥，朝堂也是风波云涌。陈黄同进府不仅仅要面对天灾，还要应对人祸。最终，年轻敢言的陈黄被人污蔑，含冤而死。但他留下的著作《河防树要》以及他治河的英雄故事依然流传人间。单看这则剧情介绍，我想大家已经感受到了这部剧的厚重感。黄河是母亲河，滋润了中华大地，也带来了不少水患。在古代，科技不发达，想要治理好黄河更是难上加难。一条河关乎国家的命运，陈黄如何治理黄河，他又如何面对风起云涌的官场漩涡，是这个故事的核心看点。其二，演员阵容。广州13行阵容雄厚，这部《天下长河》也不例外。而且，事实上，无论是演技水平还是实力派演员数量上面，《天下长河》似乎都要比前者优秀一点。《天下长河》的主演是罗晋和尹昉，主要配角有黄志忠、奚美娟、梁冠华等。在这其中，除了年轻演员罗晋和尹昉大家比较关注之外，我想更多的观众还是比较在意黄志忠、梁冠华、龚磊这一群老戏骨的。于小编而言，我最期待2人的表现。提起天下长河，容易让人想起大明王朝1566，而既然提到了大明王朝1566，那就不得不提黄志忠。在那部剧中，他扮演海瑞，算是剧中难得的一个清廉正气的角色。乍一看，他跟剧中其他角色格格不入，但是越看越有味道。到了最后，观众无不被黄志忠的演技实力折服。他和陈宝国扮演的嘉靖对谈天下的剧情，简直不要太精彩。此次在《天下长河》中，黄志忠在演古装，扮演晋府，是康熙时候的治河功臣。这一次，黄志忠将会如何演绎类似的角色？他的表现值得期待。梁冠华在《天下长安》中扮演索额图，说实话，第一次看到梁冠华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先是一愣，然后大喜。梁冠华演技细腻，台词功底雄厚，而索额图又是老奸巨猾、深沉内敛，他来演这个角色再合适不过了。在小编心目中，梁冠华一直都是老戏骨级别的存在，小时候看他的《狄仁杰》，至今仍然记忆深刻。近些年，梁冠华主演的作品虽然不多，但也都圆满完成了任务。《大明风华》中的朱高炽，《大宋宫词》中的寇准等，都是其代表作。这一次，希望梁冠华也能不负期待，演绎出不一样的索额图，他的表现值得期待。3. 许魏洲、古力娜扎风起西周。如果前面2部古装剧有点严肃，那这部风起西周肯定就对了大家的胃口了。
这部剧也是当下最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暑期接档《梦华录》的一部剧，同样都是古偶，同样也都是大美女参演，值得特别关注一番。《梦华录》中有刘亦菲、柳岩、林允、陈晓，风起西周有古力娜扎、许魏洲、朱瑞、林子，颜值方面都有保证，符合大家对于古偶剧的期待。当然，自《梦华录》之后的第一部古装偶像剧还肩负着延续热度的压力，如果经受不住考验，势必又会跌入怪圈。说明《梦华录》的成功只是偶然，只不过拥有刘亦菲罢了。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，如果风起西周接档《梦华录》的话，可以预见压力不小。对于小编来说，我期待风起西周早日定档，亲自检验一番。除了演员有颜值之外，风起西周的故事也值得关注。据悉，风起西周的故事改编自蓝云书的小说《大唐明月》，讲述的是库迪琉璃与裴行俭之间的爱情神话。夫妻二人结婚后，同甘苦共患难。丈夫被贬西周，妻子随从。西周本地暗流涌动，危机四伏，夫妻二人历经困难，与当地世子曲重遇从敌对到相识相知，并逐渐成为挚友。双方化敌为友，相约共建西周，造福西周百姓。琉璃与裴行俭虽然历经千难万险，却从未放弃对方，两个人生死不渝的感情转为了一段佳话。从这则剧情介绍可以看出，跟其他的古装偶像剧注重偶遇恋爱、虐心情节不同，这部剧一开始对主人公的设定就是一对夫妻，从一而终，共同对抗外界的为难，颇有当年知否知否的味道。风起西周比起那些复杂的情感纠葛，单一纯粹，值得大家期待一番。4. 杨紫、程毅、沉香如屑。除了风起西周之外，沉香如屑也是最有可能接档《梦华录》的剧集。目前传出的消息是，该剧貌似已经定档6月24日，也就是说不过半个月，该剧就要跟大家见面了。而小编将沉香如屑放到最后说也是如此，大戏就要开场，花生瓜子准备好。沉香如屑的主演是杨紫、孟子义、程毅，这两个人都是当下的年轻流量担当，人气颇高。此前，杨紫已经证明了自己，她和邓伦合作主演的《香蜜沉沉》进入双豆瓣评分7.8分，虽然比不了《梦华录》，但在古偶剧中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分数。此次杨紫再次参演古偶剧，想必也不会让我们失望。沉香如屑根据苏沫的小说《沉香如屑》改编而来。该剧讲述的是严旦杨子氏和应渊君程毅氏之间的爱情故事。志存苍生的美少女严旦杨子氏和好朋友于墨张瑞氏下山历练，遇到了正气勇敢的少年游侠唐周程毅氏。几番经历下来，三个人发现彼此志趣相投，相约结伴而行，锄强扶弱。一路上，三人接连和恶势力斗争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唐周和严旦意外找回了自己失去的记忆。原来严旦杨子氏就是曾经的上古彝族汉旦仙子，而她则是保护苍生的战神。两个人曾因为结束，错过了前世的情缘。这一世，两个人再续前缘，唐周和严旦、于墨一起，不畏艰险，向恶势力宣战，并最终战胜了敌人。一战下来，人间终归安宁，而唐周和严旦则重新收获了情缘。二人携手维护世间正道，保卫天下苍生。单看这则剧情介绍，似乎和之前的古装偶像剧没什么不同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剧情简单没问题，关键还是要看谁来演。梦华录倘若不是刘亦菲，说不定就又是一番光景。这一次沉香如屑能否成功，还得看主演杨紫和程毅的表现了。对于以上4部古装剧，大家更期待哪一部呢？哪一部是你的菜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